欢迎收听 Talk Taiwanese Mandarin， 我是 Abby。今天想要跟大家聊聊太阳花运动。太阳花运动又叫做318运动或是太阳花学运，因为是发生在2014年3月18号那一天开始的一场运动。那有人会叫它太阳花学运，是因为当时参与这个运动的人很多是学生，所以叫它学生运动或是学运。不过我个人或是很多人更偏好318运动或是太阳花运动，因为参与这场运动的人不只有学生，还有很多是不是学生的人或是社会人士已经毕业的人。那今天大概就是聊聊我在太阳花运动的经验跟我的想法吧。那会想要聊这个主题是因为大概1-2年前吧，有一段时间了，我有做一集是讲香港的纪录片《时代革命》。对，在那一集我有提到太阳花运动，就是说我在看那一部纪录片的时候有一直想到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因为有蛮多像的地方。当然整场运动是完全不一样，最后结果也不一样，但还是有不少像的地方。所以呢，就有一些听众说希望我可以做一集聊一下太阳花运动。对，所以我就想说好，有一天要来聊这个主题。今年刚好是10周年，就是已经过了10年了，就让我觉得好像是时候来聊一下了。之前为什么会想聊但是又不聊呢？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场运动对我感觉蛮近的，不管是时间上的也好，还是跟我个人的关系也好，因为它才过了10年，说短不短，说久不久。而且当初我有去现场参加这个运动，所以对我来说感觉非常近。我觉得跟自己感觉越近的东西反而越难聊，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理解我的感受。总之我终于要来讲了好，那先大概介绍一下太阳花运动是在干嘛。因为那个时候的政府是国民党，那个时候他们想要通过服贸，是一个贸易协议，跟中国的贸易协议。那因为这个服贸本身的内容还有他们通过的方式让大家感到非常的不满，所以很多人就上街头抗议。然后在3月18号那一天呢，很多人闯进了立法院，所以就有了这场太阳花运动。那大家为什么要反对服贸呢？其实简单的来说，这个服贸对于台湾非常的不利。可能会有人说这个对台湾的经济有帮助啦什么的，但是如果你稍微想一下就会知道当然不能通过啊。第一，这个服贸的对象是中国，对，在当时它是一个经济发展快速的国家，每个国家都抢着想要跟中国做生意。但是对于我们台湾来说，中国是一个想要攻打台湾，想要统一台湾的国家，所以跟想要攻击自己国家的国家做生意，当然要非常小心。没有说不能做生意，当然可以，但是要特别小心，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吧。所以不能只是看经济方面，你也要看其他的方面，国安、国家的安全的角度来看，这个服贸本身对台湾就是不合理的东西。而且就算你不管其他方面，只看经济的话，它真的对台湾的经济有帮助吗？有人可能会说当然有帮助，但是这样就太短视近利了，就是你只看到眼前的利益，你没有想到更长远的未来真的有帮助吗？
服贸应该只对既得利益者有帮助，也就是那些大企业的大老板或是一些政客，就是他们本来就是在社会的顶层，他们可以透过服贸赚钱，但是那个利益是轮不到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普通人的，而且长远来看是有损失的。还有当时国民党政府不顾大家的反对，硬是要强行通过这个服贸，所以被大家说是黑箱作业，就是说不是经过正当的程序，硬是强行要通过这个服贸，就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后来就演变成很多人抗议，最后冲进立法院。如果你现在在收听这个 podcast， 那你很可能正在认真的学中文，不只是为了考试，而是把中文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除了听我的节目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好方法，就是每天读中文。今天的 sponsor Maya 让你每天收到一封 email， 每天读一个短短的中文故事，不只能学到新的词，加强你读中文的能力，还能学到很多中文新闻和现在流行的事。每个故事都包括发音练习、生词的意思、听力练习、小测验，还有中文老师帮你纠正你的口说和写作。而且你可以先免费试用看看，喜欢的话再付费。我觉得这是学语言很棒的方法，每天学一点点就能一点一点的进步，也不会太有压力。现在就加入 Maya.com MAAYOT.com Get daily stories in Chinese for your label at MAAYOT.com. You can find the link in the show notes. 好，接下来就是分享一些当时我自己的经验。那个时候我在干嘛呢？那个时候我大学刚毕业不久，大学毕业前就先找了工作，然后一毕业就立刻去工作，因为很缺钱。所以当时我看新闻啊，看 Facebook， 很多人在分享，在讨论这个事件，所以我就关注了这场事件。那个时候很难不知道这个事情，因为大概新闻都在报这个。那因为我的公司离立法院不算远，搭个公车就可以到了。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下班我就直接过去立法院。第一次是跟我姐一起去的，我跟我姐有去了几次，然后有几次是我自己去的。那我们去的话呢，就是在立法院前面或是附近的那个街道，大部分就是在那边静坐，就是坐在那边。那为什么我们要坐在那边呢？因为在立法院的人呢，里面大部分是学生，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参与者。然后现场也非常多警察在外面，因为冲进立法院当然是非法的行为，所以警察可能随时都会冲进去把学生带走。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要在外面静坐。如果警察要把这些学生驱离带走的话，我们就可以保护里面的人。所以整场运动是3月18日一直到4月10日，最后有退场，就是大家退出了立法院。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有去了不少次，大部分都是下班的时候直接过去，然后有几次就是睡在街头，就是晚上直接睡在马路，隔天早上再离开。因为警察最有可能把学生驱离的时候可能会是晚上，就是人比较少的时候。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要在那边过夜，就是保护立法院里面的人。那太阳花运动算是我人生第2次参加社会运动。第一次是在前一年2013年，那个时候有一个当时很大的事件，就是有一个男生在当兵的时候受到不当的对待，最后就死了。然后那个时候国防部也一直不交代清楚啦，要看监视器画面也一直说没有画面，
都已经有人死掉了，还不好好交代清楚，就引起很多人的愤怒，就很多人上街去抗议。那个时候我也有去，那是我人生第一场社会运动。所以我觉得我还蛮妙的，学生的时候反而没有参加社会运动。我觉得这跟学校的风气还有周遭的人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觉得我念的那个学校应该是离立法院最近的学校之一，可是我们大学是蛮保守的，校风也蛮不开放的，所以感觉学生大部分都不是很关心社会运动，我觉得好可惜。大学的时候有很多遗憾，不过今天就先不讲这个。总而言之，我反而是大学毕业之后，然后刚好遇到这个大型的社会运动而去投入。那我觉得太阳花运动对我还有对我这个世代的很多人来说都有非常大的影响，甚至对台湾来说也有很大的影响。为什么呢？其实有很多台湾人跟我一样，原本对政治不太了解、不清楚，也不太关心。那因为这场运动而开始关心政治，开始体会到说，如果不关心政治，那就是会被糟糕的人统治，那就是台湾的未来会越来越糟糕。所以就开始关心政治，而且不只是关心政治，也开始会去关心台湾的历史，还有台湾的认同，就是什么是台湾，台湾人是什么。所以这场运动对我还有很多台湾人来说有很大的影响。像我原本对台湾历史也不太了解啊，大概就是以前历史课教那些很无聊的东西，根本也没有教什么真正重要的台湾史。后来就是自己去慢慢的了解到，原来台湾以前的历史是这样，原来228事件不只是像历史课本教的那样那么简单，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庞大复杂，对台湾影响很深的一个事件。还有后来的戒严、白色恐怖，竟然发生了这么多恐怖的事。原来国民党这么可恶，欺负台湾欺负了这么久。太阳花也是台湾近年来最大型的一场社会运动。那我觉得太阳花运动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到场去声援？我觉得很大的原因是网络。那个时候在 Facebook 或是在 PTT， 之前在台湾很大的一个论坛。总之那个时候因为 Facebook 因为 PTT， 所以召集了这么多人，让大家关注到这个事件，所以有这么多人上街头去抗议。我记得那个时候太阳花运动，很多家新闻媒体就在抹黑这场运动，抹黑太阳花运动的参与者。例如说他们就会说，现场的学生根本就在玩啊，他们都乱丢垃圾，都在喝酒，然后不知道在干嘛，讲得好像去参与的学生都很白痴一样。可是如果你当时有去现场的话，像我一样，你就会知道现场跟新闻讲的根本就不一样。我那个时候到现场的感受就是觉得，哇，台湾很有希望。大家就自己分组分成志工，会去收垃圾啦，会去捡垃圾啦，而且还资源回收哦。有一组志工就是专门在做资源回收，可以回收的东西也都确实的分类。而且现场有很多人会捐物资过来，就是说有些人可能会捐便当啦，捐食物啦，到立法院里面啊，或是给在外面静坐的人。现场就是非常的温馨，而且很有秩序，跟新闻讲的完全不一样。新闻讲的好像这些人都是暴民，就是在那边乱抗议不知道在干嘛的人。可是去了现场就觉得，哇，现场都是一些水准很高的人，真的。所以太阳花运动对于我还有很多台湾人的另外一个影响就是，哇，新闻媒体真的不能相信耶，新闻媒体真的都在乱报，也因为这样会去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那个时候我在现场的时候，大部分是很和平，但是中间也有发生流血事件，就是后来有一群人冲进行政院，然后那个时候的政府就派出很多警力去镇压。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被武力驱离，有不少人被警察痛打，然后整个头都是血什么的。
那个时候都有看到照片，这也是非常的令人心痛。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个时候我看香港的纪录片《时代革命》还有整个事件都感触很深。好，讲到这边我也累了，口好渴，所以就先分享到这边。我本来想在这一集播一首歌，但是因为版权的问题也不能说播就播，那我就直接推荐给大家几首歌，大家自己去听。那第一首呢就是灭火器的《岛屿天光》。那灭火器是台湾的一个独立乐团，他们在太阳花运动的时候特别写了这首歌，所以我相信有参与过这个运动的人，当时听到应该都会非常的感动。就算10年后现在听到，我还是觉得天哪，好感动。那灭火器除了岛屿天光之外，也有很多非常好听的歌，像晚安台湾、海上的人，那这几首歌都是台语歌，灭火器创作的歌大部分都是台语，都非常的棒，大家可以去听一下，我会把 links 放在 show notes。 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想要给我支持的话，可以加入我的 Patreon， 在 Patreon 可以下载到每一集的逐字稿 transcript， 还有每一集的 audio files， 也可以到 talktaiwanesemandarin.com 去请我喝杯咖啡，然后可以在你收听这个 podcast app 上面给我留下 5-star rating， 或是在 YouTube 收听的话就帮我按个 like 吧。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见咯，拜拜。